我就结合到出题来讲，因为说现在如果我们人类观测到世界是个4维的世界，是一个3维再加上一个时间为4维的世界，那我想说，那真正说从 intrinsically speaking 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说它能不能超出1维呢？它能不能是5维的呢？它能不能是6维的呢？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完全证明其他维度不存在？我发现他们是不能证明完全其他维度不存在的。比如说现在当今最夯的弦论string theory，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研究方向 string theory， 来告诉你这个世界可能是10维的。我想先举个例子，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一般常说的就是说这个现实世界是个3维的世界吧 ，x y z， 这个给了你一个具体的形象，那你加上时间 t， 你相当于这个世界呢就是个4维的。但是当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相当于是把时间定下来的 t fix 在一个 particular 的点上，比如说 t 等于 t star， 这就是一个3维的一个世界， 3D 的一个世界。那你想想哈，我列举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3维的世界里面，你要看一个苹果，它就是一个实在的苹果它是红红的，它的什么形状，这些东西都是很具体的。但是如果你要考虑到时间，它就不是一个苹果，它是一连串的一个苹果的像，然后包括它的演变趋势。比如说它在过去它可能是一个小苹果，它是个绿色的苹果，那么再往过去它可能是一朵花，它授粉了，然后它这个花就慢慢的开大了，然后结束了，然后它就结了个小苹果，然后这小苹果本身是绿色的，然后呢接着它成长，它长到足够的大，它变成红色的了，那这个红色的苹果就摘下来了，就卖给你了。然后接下来你放在家里面，如果你不吃的话，它这个苹果就会逐渐的变化，它就会变质了，比如上面苹果上就会出现斑甚至会出现霉菌，然后如果你还不管的话，可能它接下来就会腐烂，然后最后它就会塌陷，最后可能就只剩苹果核。如果时间的维度再拉长的话，你允许这个 t 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运动的话， alpha sufficiently large 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苹果最后会归于一团灰，甚至就是什么都不存在。那也就是说，这个苹果如果是放在4维空间里面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rather than 一个具体的苹果在你面前。那我现在就要说一个问题了，我就说一个3维的结构的苹果再加上一个时间，那苹果的表象它就是一个像是个电影一样的，或者说我会把它看成是一个集合。那这个苹果的在当前的此刻，这个苹果长什么样子，我们通过肉眼能看得出来。那么未来这个苹果会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已有的知识对苹果的了解，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呀。而这个判断我说出来之后，也没有人会质疑我，就说也没有人会跳出来说你开始讲伪科学了这个苹果为什么会发霉呢？放久了为什么这苹果会腐烂呢？没有人会质疑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苹果的了解，我们相信我们是了解的很深刻的。我们知道苹果如果放在一个不保鲜的环境里面，它确实可能会出现腐烂的情况，会出现塌陷的情况。那这个过程是什么？这个过程其实现在我听起来，我讲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在说常识，但是我想揭示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预测未来，我们在对这个4维空间里面的苹果做一个估测。就是我说虽然我现在眼睛我能看到是3维，但是我对于未来的4维时空里面这个苹果会发生什么，我会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比较准确的判断，而且是有信服力的判断。而在今天为止，大家会认为这是科学，对吧？因为我们研究了足够多的苹果样本，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负责任的说，像这么大的苹果在这样的空间里面，比如说这个空间的湿度是这样子的，这个空间里面是有霉菌的，这个空间里面是有细菌的，这个空间的温度也是合适的，我没有把它降到绝对0度，所以说你的苹果不会说是冻住。那在现在这个空间，在这个温度，在这个湿度情况下，那我们是有科学的依据告诉你，在未来的时间内，这个苹果会发生这样的状况。虽然我不能具体到天数，说你把这苹果今天放在这儿，我告诉你5天之后一定在什么地方它会先出现一块斑儿，出现一块斑，然后接下来它这个地方又会出现一块霉。我虽然不可能说到那么细致，但是至少我可以做一个判断，就是你这个苹果接下来会这样。所以我对一个4维
空间的苹果，我是可以有一个估测的。那么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据三维的切片，然后 together with 你的一些理论分析，包括你的样本研究，你可以对一个四维做一个估摸，你可以大概说这个苹果接下来以后会发生什么样。好，这个东西不涉及到任何玄学，这个事情是一个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分析过程。那好，我们把苹果替换成人，假如说现在我们把人作为我们的讨论对象，那在当下这个人就是一个三维的物体，你看见他，至于他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他过去发生了什么情况，其实你如果试图提出这个问题，其实你跟刚才我那个苹果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相当于是你想在四维时空里面对这个人进行一个关照，你就想知道他的过去是什么，你想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相当于说你看到的人不是一个人，你希望看到的是一串他的演变过程。对。而这个演变过程相当于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线，它是一个三维时空内一个人的切片 XYZ 里面的有人切片，那切上一个时间段，正阿尔法到负阿尔法，那个 T， 这个就是 T， 你是想看到一个更加复合的人，一个有时间参数的人。如果你把刚才苹果的理论直接移植到我这个人的理论上，但这个东西就涉及到玄学了。为什么我们觉得玄呢？第一，你这个人你要研究他的过去，除非你看档案啊，有一个人很客观的把这个人的过去成长，把这个档案写得清清楚楚的展示在你面前，你看见了，那你就可以跟我说这个人过去就长这个样子了。那未来呢？未来没有档案了，你就完全不知道了，对不对？那我能不能通过科学研究去预测一下这个人的未来怎么样呢？你可以somehow的弄，但是会有巨大的争论。很多人就会说你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比如说我说过现在时下比较火的，就说如果你选专业选错了，你以后的前途就会很灰暗。那国内专门好像有这方面的辅导老师叫张雪峰，是不是啊？然后就说你大学必须要选这个专业，你不选这个专业，你未来就怎么样了。其实它某种程度上是对你一个短期的思维一个估测，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做这个决定，但是在足够长的时间段里面，或者在一个规定时间段内，我可以告诉你未来大概是这样那样，你相当于是对他一个思维的一个关照。当然这个关照不是一辈子的那个时间长度，也就是说我现在说的这个负阿尔法到阿尔法的这个距离就比较小，但如果大的话，那我要把你这一生拿来说一遍。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我把你前世和你的未来世我全部都得说一遍。但是这就是有限的估测但这估测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比如说很多人说你大概就能确定这个小朋友他今天选了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不吃香，他以后就注定一生坎坷，他就不会财富自由，他就不会怎么样，你怎么能确定呢？对吧？你又不是上帝，你怎么能确定呢？所以他就会有争议。但是本质上你在回答这个问题。那从我的角度上，我就开始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这种四维结构，它这种四维空间，它是一个完全随机的空间，还是说它是有空间特殊结构的？如果它是完全随机的，就是每一点它的发展都是无序的，那就是不可预测。任何人尝试告诉你它可以预测，那就是痴人说梦话。但是苹果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它是可预测的，对吧？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个共识，就是说这个苹果未来会发生什么样，是它有一定的随机性。比如说可能它不是5天发霉，它是6天发霉，在这个里面可能有一定的随机性时间上，但是大概趋势它是不会错的，就是它肯定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会发霉。你要一直不停的放，它还会流水，它还会塌陷，它最后还会彻底的毁灭，它最后就只剩个苹果核在那儿。这个判断，这个未来的判断的轨迹，基本上大家都会认可。那如果这个判断是客观存在的话，也就是说它未来的轨迹是有结构可言的，是有规律可言的，你是可以大概对它做出一个估摸的。但是人呢？人能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呢？正常情况下来说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人有所谓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变化参数就太多了，它远远复杂于一个苹果。所以说一般对于人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很难预测的。但是我现在要提出一点，说假设说我通过某些算命的东西，不管是我自己去算别人的命，还是别人算了我的命，还是别人算了别人的命，
我把这个档案记录下来了，然后我进行了一个走访，我发现它是有规律的，它是可以算的，就至少不是说所有算命的都是骗子。哎，有那么几个，他发现人的未来不是在瞎蒙，他是真正的把他的未来告诉我了。而这个未来虽然是有一定的 error， 它有一定的误差，但是大差不差，应该是对的。如果假设这个是成立的话，哈，今天应该没有时间去展开这些我论证的过程，但我就说个结论：假设它是正确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时空结构虽然这个三维的切片换成了人，不是苹果，但是这个结构依然存在，它不是完全的一个离散的无序的一个空间发展。它是有一定的结构在那儿。那又回到我的第4点，我的本质，比如说我是研究数学和理论物理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就会很自然我去研究说，那你这个结构是什么？你既然告诉我这个思维不是一个完全混乱无章的东西，没有章法的东西，它是有一定的结构在那儿，它有一定的规律，那我就会问这个规律是什么？那这个规律，如果我知道了更多的现实生活的案例，我能不能通过这个规律倒推回去？那这也就是说，很多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研究客观物理世界，这个就是他们的方法论，就是通过观察一些小的 indirect 的非直接的一些观测数据来倒推它可能是个什么东西。比如今天研究宇宙，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你不能直接看到宇宙的本质，你看到可能只是你通过天文望远镜收集到了某些波，收集到了某些非常非常间接的信号，然后你通过这个信号倒过来推，你说哦，这个宇宙可能以前是这样子，可能是那样子的。那么我现在用的这个方法论几乎就是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通过一些间接的东西来倒过来推它那个本身的结构可能是什么样的。好，我的自我介绍部分就结束了。那现在我就开始讲干货了，就是这个世界如果是4维空间的话，那和玄学有什么关系？如果玄学是站得住脚的，或者是出体吧，我就结合到出体来讲，因为毕竟你这个频道包括在座的这些人你们其实对出体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说我就尽量把我的这个接下来想说的东西和出体做一个紧密的结合。说现在如果我们人类观测到世界是个4维的世界，是一个3维再加上一个时间为4维的世界，那我想说，那真正说从 intrinsically speaking 从本质上来讲，这个世界一定是4维的吗？它能不能超出1维呢？它能不能是5维的呢？它能不能是6维的呢？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完全证明其他维度不存在？我发现他们是不能证明完全其他维度不存在的。比如说现在当今最夯的弦论string theory，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研究方向 string theory， 来告诉你这个世界可能是10维的。OK， string theory， 我要写 theorem，string theorem 的它的时空标志一般是这样子的pair of the pants。网上如果有兴趣的人说string together with a 时空结构，它一般就长这样子的。它其实就是一个 sphere remove 3个 disk， 3个2维的 disk 当然这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告诉你这个世界可能是10维或者是11维的。那我就说了，你只知道4维，那我问你剩下维度是什么呢？如果剩下的空间大于或者等于4维的话，那就说剩下的空间它足够大到可以容纳一个信息跟你这个世界一样丰富。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世界的判断会出现个什么情况？你有一大部分是给你盖牌的，你根本就没看见。那这个时候就回到我最开始说那句话，我如果盖牌了一大部分，然后接下来你现在跟我说你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可以下定义了，你可以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了，你可以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佛了，那我可能就真的会觉得你是一个只学了小学1年级的数学，现在你开始跟我说你对数学界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了，你可以指明方向了，告诉我这个数学以后未来该朝什么方向发展了，那我真的就会觉得是这种情况。所以说维度就是一个接下来这个 topic 我会一直不停的讲，就是说这个世界到底是多少个维度，这个世界的维度是不是仅仅就是我们的这个4维空间？
那我们这个四维空间结合到你们的出体经验，怎么能够证明这个世界可能是超出四维的呢？我们现在的空间是 R3 嘛，欧几里得空间 R3， 然后乘上时间 t， 那就是个四维空间。四维空间里面就有经典物理学的一些定义就在这个里面，比如说你有能量公式2/mv 方，这个是动能。那如果你要讲移动速度的话，那它告诉你，如果你速度越快，你消耗的能量就越大同时广义相对里面也告诉你说，如果你的速度接近光速的话你的时间就会膨胀。什么叫膨胀呢？就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经常会演的，就是说假如说我把你放到一个光速的飞船里面，或者非常接近光速的飞船里面，你到外面飞了一圈等你回来你还是那个年纪，但是你发现地球上的人都老了这就是所谓的膨胀。然后那个公式呢，我今天可能会用得到那我先写下来吧，我先把这个公式写下来，这个时间膨胀公式，然后我写个简单的版本Again， 我今天不是来上数学课的，也不是来上物理课的，所以说呢，我先来叠个甲免得到时候网上人家给我抬杠。我只会写一些比较 oversimplified 的东西，我不可能严谨的把这个所有的公式的前置条件什么东西以最严谨的数学方式写出来，因为我那样子一搞的话，那我就整个我在上课了，那我一上课的话，那这个时间就海了去了，这简直是有点本末倒置了，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介绍了，这就是我感觉就是在掉书袋了，就是我在这儿，我经常被学生骂，就是那个什么，说我自己在那儿自娱自乐的在那儿上，也不管下面人的死活，结果讲到后面发现时间不够了，越讲越快，讲完了呢他还考试，他还考，这一考那就所有人就饶不了我了。OK， 我就写个简单一点的公式时间膨胀公式，膨胀系数就这样算的 1/1 减去。你注意以后所有的物理公式你发现有分母上有变量的你就可以问他们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如果这个开根号里面出现了负数怎么办？你看这就是膨胀公式，就是说你当运动到接近光速的时候，你有一个膨胀公式伽马就是现在的时间变量乘以伽马，现在的 delta t 就是现在你在这个正常速度是这鸽子好烦这个是你正常时间，如果当你的正常时间，但是你的运动速度非常快，接近光速的时候，你就要乘上这个 factor， 然后你的时间就会膨胀到delta t prime。那好，现在这个公式有一个，我觉得初中生、高中生能回答的就是，它有一个限制就是这个 v， 你只能小于 c， 就是你的速度必须要小于光速，你小于光速。你才能保证 v 的平方 over c 的平方是小于1的，那么1减去 v 方 over c 方才能保证是大于0的，然后你开根号你才能开出一个实数来，要不然就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如果 v 一旦等于光速或者是大于光速，我们来探讨一下 v 如果等于光速的话，你的分母就是0了，0就会出现什么情况？0就会出现你这就是个无穷，那你的时间膨胀到无穷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就已经是静止的情况了，就是我们所有人在飞速变老，然后你是原封不动。那如果 v 大于0呢如果 v 大于 c 呢 v 方 over c 方就大于1了，那1减去 v 方 over c 方，那你就得到一个负数了，你是负的多少了，负数开根号就会开出 imaginary number。那这个在现在的物理学当中，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必须得解释什么是 I。如果我把 I 弄出来怎么办？爱因斯坦有个很好的说法，就告诉你所有东西不能超过光速，超过光速咱们就玩泥巴了，咱们就那当然是他完蛋他就说我这套理论就不能解释了，咱们就有大问题了。所以说呢，物理学界就有一个很大的限制，我不管你有什么方式，你这个 velocity一定你这个速度是必须小于光速的，你顶多接近光速，但是你不能够超越光速。好，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物理上的一个 fact。那现在我就从这两个简单的公式入手，
为什么灵魂出体会告诉我这个四维世界的时空公式可能有问题？我先总结一下，我们现在说的什么情况？在一个我们能够观测到的四维空间里面，我们的物理学家发现了这两个公式，而这两个公式在四维空间里面也是反复验证的，是对的，确实是没什么问题。至少在局域空间里面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到非常非常广义，到整个宇宙的尺度，现在相对论上有些东西是在物理学界是有争论的啊，是说你这个东西可能有点什么可以商榷的，你这个东西可能需要稍微修修补补，稍微要改一下。但是至少在一个地球以地球为中心 locally 的范围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尺度，当然没有大到整个宇宙的尺度，这些东西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些东西是没有人跳出来说你这东西是纯粹扯淡，对吧？好，我现在就说出体。我再提个题外话啊，因为那天我跟坑讲到了未来人，这个爱因斯坦包括后面他跟波尔这些搞量子物理的聊，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不仅是速度不能够接近光速，信息传播的速度也不能接近光速。如果信息传播的速度接近光速或者是超过光速的话，我刚刚可能有点 misspoke 了，可以接近光但不能超过光速。如果信息能超越光速，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物理学上说的一个 paradox， 但这个是需要我省去了中间很多证明，我先给你说个结论哈。如果信息传播的速度超过了光速的话，就会出现未来人，就是有人会从未来可以到过去，然后它就会出现所谓祖父悖论，它可以左右一些东西。所以你为了防止未来人的出现，你一定要设置死一个一把锁，你要要求所有我们探讨的速度，你顶多接近光速。99% of 的光速，但是一定不能够超越光速，你一定要把这个锁死。好，接下来我就从你们出体的方向来讲一下这两个公式怎么出现大问题了哈。假设出体这个事情是事实，而且我相信也是事实。假如说我们这儿今天聊的出体，包括Neil 说我出体了怎么样，这些东西全是事实，我们说这也是事实的话，那接下来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先说你们说的出阳身吧。如果我出的是阳身，那也就是说我是有一个物质身体的，那比如说你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瞬移了吧？比如说你出了你的阳身，你可以一瞬间到北美来看我们，你也可以一瞬间到都柏林去看看，你也可以一瞬间到欧洲的任何一个大陆看你想看的朋友。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我就说，那如果你这个出体的行为还是在这个四维空间里面，我就要说了，你作为一个成年男性，你至少有100斤重吧，那也就是说你有50公斤重，你至少50公斤重，那你的速度几乎接近于瞬时的话，那你几乎接近于光速的话，那你在做这种出阳身的过程，你消耗的能量就是2/mv²，那你消耗的能量巨大。那我就说根据能量守恒定理，你这个能量从哪儿来的？你得消耗一部分的势能，你把势能转化成动能。那我就说，那你这个势能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然后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它就不好自圆其说了。那我们再有说，你出的不是阳身，你出阴身，你没有物质，你出的是阴身，但是你可以在一个很大的时空尺度里面出。比如说你现在一瞬间可以到月球上跟一个宇航员聊天，如果比如你能1秒钟之内完成，那也就是说你把你的信息传递的速度那你的速度，你传递这个信息的速度就已经超过了光速了。那好，那我这个公式就开始出大问题了，我这个时间膨胀公式就开始出大问题了，你一瞬间就可以过去。包括有些 YouTuber 喜欢讲的日本有个叫木内鹤翔吧，那个是个天文学家，他有过濒死体验，他濒死的时候也有某种程度的出体，然后他出体之后呢，他也是瞬间就可以到任何一个，他就说了，他基本上就是瞬时移动，他想去什么地方他就能去什么地方，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瞬间完成的。那我说假设你这描述的这些都是真实的现象，那我又会问你了，我说那你穿梭的那个空间可能是不适用于我们现在这些四维空间里面的物理理论的，因为你瞬时穿梭了的话，你携带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同时也就超过了光速了。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就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上可能不仅仅有个四维，你可能有一个镜像的空间，那个空间跟现在这个世界它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它有一定的关系。好处是什么呢？一旦你能够进入到那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物理公式它可能就不太适用了，你就可以 bypass 一些这些世界的物理公式，对吧？出体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测点跟我那个算命也是类似的，算命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测点。算命就像我最开始讲的，算命其实是你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这个四维空间加上时间，就加上时间的四维空间的空间结构。你是想要知道这个人在四维空间里面他的 flow 是长什么样子的，他的 flow 你在研究这个 flow，那这是一个观测点。那出体相当于什么？我在通过你出体观察到的一些信息来看你是不是可以充分的违抗速度或者是信息传播的速度不能超越光速这个事情。比如你可以瞬间到很多地方，甚至是很远的地方，那我就基本上 certain， 那我就基本上可以确定客观物理学对你们是不起作用的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切入点。那从这个切入点开始，我就开始逐渐相信一个真实的世界我现在开始画图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可能是一个高维度的世界，那么它呢可以有一个投影 project 到我们现在人类能够感知到的四维空间 R4 四维空间，或者把它写的再准确一点点，是 R3 乘以一个时间维度。那你们所谓的出体呢，可能是它有了这个 projection， 你还能够再回去，我用派来标记，你还可以回去，你相当于是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面局部的开始观测这个四维空间什么，你可能会观测到一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那么这两个 map 之间它有一个公式，是这个 projection 是要等于是 identity， 就是说你上去了你再回来，如果这两个是可逆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去了之后你再回来还是原本的你自己，是个 identity map， 不是一个就是你去了你再回来你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你可能就多了一条腿或者少了一个胳膊至少你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 projection map。 然后呢三体你们之前聊到的，它其实是往下，它那个二向箔很厉害，它是个 projection， 相当于是说如果有个高维度我把后面的东西给你盖牌，给你留个低维度它是 projection。 那我说还更有意思，我告诉你怎么升维。其实当你速度足够快，你出体的时候你相当于是升维了，你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维度。那这个更高的维度是多少维呢？我先说一下结论吧。它的维度至少是8维 locally， 是 n 等于8的。8维的 real space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complex 的4维。为什么是8维的？因为你们如果出体的话，你们应该发现你们看到的东西跟这个世界是一定程度上它是个镜像空间，就是说你是出体了，但是你出体不是说你出到了一个外星球，然后或者说你出到了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而那个世界跟我们完全不相干，你不是这种情况。你的情况更多的是我出体了，我看到了一个世界，但细想的话，这个世界有很多物理规律是跟我们现在的世界物理规律是互相之间不兼容的。但是呢，你看到的信息依然是跟这个世界有关的，你看到的东西还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但你可能会看到更多，比如说像我妈妈的情况，她可能会她明确看很多，她能看见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什么神啊鬼啊之类的。但是呢，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说我就说从语言上来说不严谨，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镜像，但是它比我们更 rich， 它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大更复杂，结构更复杂。所以说我现在对它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这边这个世界它可能是，但我现在讲的是 baby version 3.5维在数学上有
那个东西我可以讲，就是那种什么有小数的维度是有数学家提出来过的。我可以给你讲一下，比如说一根线是一维的，对不对？他就说，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线拿来这样子折叠，假如说你可以用无穷次 uncountable infinite many， 是不是我这样折叠，最后我可以弄出一个二维的一个正方体呢？有数学家提出这种观点，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一维就生成二维了呢？基于这个点，他们研究出来的 geometry 里面就有 3.5 维啊、4.5 维啊，就有那种带小数点的维数。但我今天现在不讲这个细节，我就跟你讲那个整数维的情况。当然我再跟你说哈，如果维数到 infinite many 个维了哈，我告诉你要出问题，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会发现。所以我今天讲的所有东西都是 baby version， 就是baby version 就是说你这边是4维，然后你那个空间大概是8维，然后每个维度相当于是什么样呢？就是正常4维是 x y z， 然后加上一个时间 t， 对不对？然后呢，你到一个更复杂的空间 complex 的一个空间里面，每个维度加上一个对应的 i 阿尔法 y 加上 i 贝塔 z 加上 i 伽马 t 加上 i， 我要编个词儿了 epsilon。 OK， 是这样子的，这是相当于是个8维的实数空间，每个空间都有一个 imaginary number， 每一个空间都有一个 imaginary number， 或者是说我可以把它们全部转化成 r1 to the power i theta 1 r1 to the power i theta 2 r1 r2 r3 e to the power r iota OK theta 3， 那这个是 r4 e to the power theta 4。我告诉你，就是圈儿，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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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儿，这4个圈儿是 independent。这个东西以后我到后面讲，这个里面就有很多 big story 的，这里面有很多很深入的东西，它全是圈在转。如果我加 imaginary 的话，我为什么加 imaginary？ 我其实是相当于我允许那边那个世界。就是刚才那种公式，你的速度大于光速，你那个 imaginary units 就自然就出来了。我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说我把每一个维度的向量上全部把 i 加进去，把 i 加进去就很多现象就会出现一个情况。我告诉你啥哈，你的所有的轴哈，这边在实数空间 x 轴是什么？是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是一条线。一旦 i 加进去了，不仅仅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超光速的问题。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圈了，就是负的 infinity 和正的 infinity 就 identify together 了，就变成是一个圈了。在宗教上，很多宗教其实隐晦的提到了这一点，什么无始以来就是说时间它是不是一个线性的，还是说它是个圈在转？它不是一个线性的东西，说我有个绝对的负无穷，我有个绝对的正无穷，然后两边都是朝真正意义上的绝对意义上的无穷无限伸展。它可能也不是，它是一直不停的在转圈，它的负无穷和正无穷最后是接在一起的，它在转圈。我一旦加了这个 i， 根据 all inner formula， 它这些东西全部都变成了一个圈，那它的时空的 basis 都是这些圈。最后我还可以讲一个理论，就是Lie group 李群。这些东西跟李群就很有关系了。当然数学外行会说这个叫 lie， 我就说我们天天研究 Lie group， 我们还研究 Lie theory， 他们就说是 lie theory， 就说我们天天就是研究如何撒谎，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撒谎的。李群。好，接下来我 back to 我的这个 topic， 八维镜像。那这个镜像有什么用呢？我就告诉你，我第三个，我今天讲第三个我的观测点来说明这个镜像空间的一个侧写，它可能是存在的。完了，这怎么还有1.5分钟？同志们，现在是这个情况，我这个东西它1分钟之后又要结束，当然可以，它又重新，然后我可能需要有点麻烦，需要你们要再来登录一次，可以吗？那我可能也只能再讲40分钟了，因为我再讲40分钟就到10点钟了，我就要准备出门上课了，可以吗？好，辛苦你们哈！今天你们来回机车，这是因为我的原因，我没有把这个东西调试好下次我真的该把这个事情弄好，不要弄得大家特别的
麻烦和狼狈。好，那我就先 stop， 然后退出，然后再 restart。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